美学不是学以致用的，美学是学以致智的。今年啊，不是今年，好像去年吧，湖南电视台一个综艺节目又很火，《乘风破浪的姐姐2》上了。这个姐姐2啊，我因为姐姐1我是看了很大一部分，也没全看啊，因为太长，确实没时间看那么多，挺火。然后我一看2，哇塞，阵容很强大，就是有很多多年不见的演员啊，明星又出现了。然后当然姐姐2我没看啊，也没有时间看，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姐姐2播出之后，有一个人再次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，这是谁呢？张柏芝啊，因为确实他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，但是他再一出现的时候，大家又开始觉得，就开始评价他的什么呢？外貌啊，因为说白了就是认为张柏芝长得很美嘛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养你啊！你先养好你自己吧，傻瓜。啊，因为确实就是这个一个女神的一个形象，而且过了那么多年，啊，依旧那么美，啊，于是接下来我就看在网上有整容专家，专门对张柏芝的长相进行了一个好像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点评，就是分析张柏芝为什么长得这么美。啊，那为什么长这么美呢？它有一些图片啊。第一个呢，首先说张柏芝是一个典型的啊头包脸，啊就是典型的就是有点锥字形的这个脸，啊，那它这个背后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？就如果你的脸是这个型的，啊正三角形的，基本上是不美的，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网红脸都要尖下巴这个原因。它当然张柏芝没有那么尖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形成这样一个结构。第二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三庭五眼，知道吧？三庭五眼比例比较均等啊。三庭五眼就是你的发际线到你的眉骨的距离，然后眉骨到这个鼻尖的距离，鼻尖到下巴的距离1/3，各占1/3，然后横向的从这边到到眼睛，然后眼睛之间这距离一共5部分，这5部分各占1/5，然后说完美。除此之外还不够啊，还有一些别的参考，比如说张柏芝的这个脸，这个颧骨这几个角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行四边形，啊，这个是你们可以自己啊侧面照一张相看看，啊，而且接下来这个下颌角标准的120度。而且这个轮廓比较突出啊，他有一个观点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就是说这个下颌角啊，轮廓突出的比较美，下颌角的问题。接下来，鼻面角，面部跟鼻子的夹角，有一个标准啊，就一个什么样的标准，就是小于30度啊，而且你尤其是女性，男性可以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女性必须要小于30度啊。然后接下来，鼻唇角95度，非常完美。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就类似于一个垂直的90度啊，这样感觉。还有一条重要的一条线，叫 Reikis 审美线。这个你可以你自己做一个实验啊，就是你拿一块板，然后把它贴在这儿啊，你肯定前面接触到鼻子，下边接触到这下颌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去看你的上嘴唇跟下嘴唇距离这条线的距离。说标准的这条线的距离，最完美的是什么呢？下嘴唇距离这条线2毫米，上嘴唇距离这条线4毫米，而张柏芝完全符合这个标准。这个里边当然好像也确实也有道理，就是说你的这个嘴必须要在这条线之内一部分一点啊，不能就是嘴不能太突出，因为你想嘴一旦太突出，会让人联想到动物，就好像不太美。那好，接下来除此之外，还有它的正面的鼻梁形成了完美的大双 C 线，这部分啊，就是眉间到鼻梁这部分叫小双 C 线，然后鼻廓这部分叫大双 C 线，啊，非常完美。当然，这个整形专家也说了啊，就是张柏芝也有不美的地方，就多多少少有点高低眉，我也没太看出来啊，但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啊。但是他说啊，这已经瑕不掩瑜了，就是他已经90%接近一个完美的人脸的这个标准，所以张柏芝一直很美。
好啊，我看了这儿啊，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很震惊，然后也想不断思考，然后也在反思啊，也在反思很多事情。那接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美学的问题，我要追问的是，关于人，尤其是人脸的美，它背后有没有标准，有没有规律？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规律？啊，当然你要去问整形专家，他会告诉你有没有标准。那肯定，他就干这行的，他必须告诉你有标准，对吧？而且你要去整形，他会告诉你啊，你这点还不对，这点还差一点，这点还差一点。那但是这里边我们要跳出这个问题，跳出这个行业当中，你会去看啊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要去问很多问题，你不要去问，比如说那个你要去问搞摄影的，说审美有没有标准，他肯定会说有，啊，他一定会说有，啊，因为他就是干这行的，啊，他就是立标准的。啊，同样，你问整形专家，你问说人有没有人，他肯定会说有。但是我们跳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要追问，人到底是不是应该有规律？那如果要是有的话，那我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，是否能够创造美？这里边至少有两派观点，一种认为美肯定是有规律的，美的背后一定是有规律的。马克思就曾经说要按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，那美一定是有规律的。但是如果说美真的是有规律的话，那好，这个问题就更加的复杂，复杂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如果美有规律，会不会导致就是千篇一律？就是很多年前，在这个冯小刚有一个电影叫《手机》，手机当中后来就出现一个词，这个词就成为大众经常用的词，叫审美疲劳。20多年都睡在一张床上，确实有点审美疲劳。啊，什么叫审美疲劳？就是再美的东西你看多了，你也就觉得烦了，啊，就是大家比如说那个经常说网红脸，啊，网红脸就是反正把自己整的就是那种尖下巴，就是那种脸，蛇精脸，这种审美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还很美，啊，但是后来网红脸一多了，反正你就看吧，反正就是只要是现在，比如说要是我看抖音一看到网红脸，我就有一种，啊，就是吃肥肉吃多了吃顶了那种感觉，啊，就腻得慌啊，我就毫不觉得美。所以说，尤其是如果美要是有规律，规律就意味着统一，统一就意味着求同，那它就等于是否定了审美是有多样性的可能性的。好，接下来那里也有人说美的背后是因人而异的，有人认为张柏芝美，有人就是认为张柏芝不美，对吧？那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那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也会有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更加麻烦，就是因为你要强调审美的差异性、审美的多元性。如果这个美是没有规律的话，那美学就不应该存在，我们这个课也就不应该上什么课啊？大家就追寻自己认为的美就够了啊？为什么还要去追寻、探讨这个审美这个问题？而事实是，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会发现，好像确实啊，经常你看这个，就是类似于什么，反正这种东西，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，很多人在教你啊，怎么去打扮，怎么去化妆，怎么这种东西，好像确实有一定的规律，但是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说清楚。而美学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就是在追寻这种规律。但是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，这种对美的规律追寻，绝对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啊，你怎么就像整容专家那样告诉你哪点不对，哪点变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追寻的是规律背后的规律，就日常生活当中的穿搭技巧啊，怎么化妆，怎么打扮，那是日常生活当中形而下的生活技巧问题。然后接下来，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，这些规律，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生物学问题、心理学问题，而这些都不是美学研究的问题。美学要研究的是要不要有规律，啊，你既然说出这些规律，我要不要有，该不该有，这些规律应不应该存在，它是规律背后的规律，而不是规律本身。所以说，美学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你可以说它更深刻，但是确实也更玄，啊，所以说美学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美学不是学以致用的，美学是我经常说，美学是学以致知的，啊，是提升你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能力的，而不是让你啊就学了这门课你就变美了，
而事实上来讲，你会发现啊，历史上的很多美学家都不美，都不会穿搭啊，都不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验都不是很丰富，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哲学家